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批评指教。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老师，大家好。另外，金周刊顾问林宏文顾问，大家好。还有前大使清华大学副教授赵林大使，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呢，在北京，在中国大陆最近呢发生了一件这个中央高层人士重要的异动，那也就是呢在1月24号上个周末那传出了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以及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报道说因为严重违法乱纪遭到立案调查，到这个礼拜已经过了1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报道说呢，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之后，军方的媒体《解放军报》在近日来连续2天在封面刊登文章，针对负责保卫北京的解放军第82集团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呢，强调要分别学习中共20届4中全会的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当中也指称，张又侠和刘振立2人危害党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冲击到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媒体包括了解放军报对外定调都是张又侠、刘振立2人是泄密但是真正可能的原因，吴岳老师您怎么看？我想应该跟泄密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外面现在所讲的大概什么泄密给美国核子武器啦，或者什么涉嫌所谓的政变不成，我觉得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天桥说书的啦。你可以看看解放军报在有关于24号江东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看看那个社论，那社论是给他5个严重的这样一个罪行。对，那相较于上一次何卫东那个去年的10月18号，只有4个严重。那这4个严重跟这5个严重差在哪里？有差的非常有几个。第一个，它是严重的所谓的破坏的党指挥枪，这是当年对何卫东的。现在是严重践踏一个是严重破坏，一个严重践踏。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这5个严重当中呢，也严重的危害到什么？危害到党的执政的根基跟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次没有讲的嘛。第三个呢，对党跟国家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嘛。所以很清清楚楚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只是泄密的问题，就不需要找的这么多的5个严重的理由，把它公布7大罪状的第一个议题嘛。对那第二个，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在这里。你去看看同一天的所谓的解放军报，如果我们是看看去年的10月18号，那时候是9名上将，同时包括何卫东被官宣的。你看看今年来讲的话，只有张又侠跟刘振立2位。第一个解放军报都是发表社论，可是第二个，你去看党媒，主要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你去看看18号的去年10月18号的《人民日报》，对，它只有在第6版，用那个国防部的新闻稿来呈现。你看今年有关于所谓的《人民日报》，在同一天是把解放军报的社论放在头版来看待嘛？对，版位根本就不同，完全不一样嘛。所以这一次所涉及的问题，当然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跟腐败问题嘛。那当然你会讲嘛，解放军报来讲的话，连续这么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嘛，如果你把它用到最新的评论的文章，大概就是10月31号，它是发表评论的文章嘛。是这个评论文章把它当成什么？它有几个重点嘛。第一个来讲的话很清楚嘛，这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果。从严治党是什么？代表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嘛。第二个就是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因为以后在军中，至少在军中，再也没有所谓的政治路线跟腐败问题的高层出现，因为现在中共中央军委会的7位的委员，包括主席是习近平，对，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是主管军纪的张升明，对，剩下的所有军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没有的，7个里面现在只剩2个，对。那第二个，你去看看解放军目前为止，大概为止来讲的话，编制正常的编制大概40位上将，40位上将到目前为止正常在活动的，大概剩下4位，4位就是包括张升明，
一位嘛，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国防部部长董军，但是他不是中央军委，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刚升任的前些日10月22号刚升任的中部战区，中部战区当然司令当然是主管北京嘛，还有东部战区的司令嘛，大概只剩下这4位了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针对何卫东、苗华之后，这次的所谓的针对张幼霞跟刘振立，大概中共所有军方的高层几乎都要洗牌了，全部都已经整顿完毕了。老师，那我请教，这样一个大洗牌哈，这牵连到说超过10位以上，您刚刚特别提到40啊，我看到有些报道甚至讲到说有70到80位这么大的一个人事的变动，它对整个解放军内部哈，尤其是军方的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想大概会产生第一个影响，从此军方再也没有针对21大要即将召开，从此军方再也没有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可以有效的形成一股有效的势力，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嘛。第二个，你如果看解放军报31号的所谓评论员文章，它最后几句话是最关键的，对，一定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一个首长制嘛。第二个，坚决听习主席的指挥。第二个，对习主席负责。最重要的，要让习主席放心。所以从这样一个军方的整顿，当然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些上将整顿完，一定会所属的机构全部都会整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为什么张幼霞这个事情会这么样受到所谓重视？因为他跟一般的军人不太一样。是对，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今年已经75岁的一个72岁的人，在20大还能够被续任中央委员跟政治局委员，这历史上很少见的。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说，他18岁就加入解放军的。第三个，他的爸爸，他的爸爸，你可以看到说，对张幼霞爸爸张宗逊，他是解放等于是中共的这样共军的开国元老的上将，所以论军方的资历。论军方的关系，论军方的家世，论军方的从政经历，再也没有人比张幼霞更资深了吧？无人能出其右了。对，那如果连张幼霞这样一个人跟刘振立都已经被整到的，现在全解放军来讲的话，你说还哪有所谓反习的势力嘛？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看的在哪里？就这一次来讲的话，40位所谓上将缺，那最后一次公开露脸就是6位上将嘛，就是12月22号嘛。那很多人都只看到升任2位上将，2位上将是谁？就是我们讲所谓中部战区的严格讲，你看韩胜元就是上一次有关于11国庆阅兵的，对，就是他是出身于所谓严格讲空军，对，他在中将的时间待多久？他在中将足足待了8年，哇，对。那第二个，你看看东部战区，当然负责对台的嘛，你可以看到说，严格讲，东部战区的司令呢，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杨志斌，他在中将，他也是出身于空军，他在中将待了多久？待了4年。所以从这里面角度，大家都知道，军方以前解放军有2个主要的大的系统，一个是苗华、何卫东这些像出身于福建以东南系统为主的东部战区这个部分为主的，另外一个是张幼霞这个作战系统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等了8年，一个等了4年，不能说是爷爷不疼奶奶不爱。就显然什么？显然他并没有卷入到这个所谓系统里面去，而且空军里面大概受创是最小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只升这2个，其他大概都是按兵不动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外界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有史以来对解放军最大的整顿。这个整顿大概要到5中全会之后。大概所有关于中央军委的重要的人士以及上将才会慢慢的补齐嘛。所以接下来这些军方尤其高层人士的安排或是升迁啊，恐怕就像是刚才吴越老师所说的，就是还要在其他人等啊都要被有的上将一定会涉及到他一定会往下清查，对啊，他一定会往下清查。对。那这种过程当中来讲的话，所以很多人总是过度去解读，说什么军中里面呢好像是反习势力很严重啦，军中派系请假。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所有的人，现在上将，所有的重要将领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跟提拔的。这样听起来，其实习近平的权力是更加集中，而且是更加的稳固。因此，
有人会问2个问题：如果都是习近平的提拔的，怎么越反越腐？解放军报自己讲啊，怎么越反越腐？怎么越反好像越来越多？是，但是他也告诉你，到了这里面已经严格讲已经到顶了。对，已经到顶了。到顶了。对，就是说已经从根，至少从上面的根嘛。那第二个，它下面还会再做清查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比较多的是什么？比较多的是每一个人在习一派独大下，所属一定有不同的派系。这个派系不是挺习跟反习。这个派系是因为出生于不同系统，在资源的竞争，在思想看法上有不同，所以因此这个派系一定会相互竞争，然后严格讲相互抗衡，最重要的什么？相互举报。你既然相互举报，一定是相互毁灭。OK， 那但这样的一个相互举报、相互竞争，甚至是相互毁灭，对于集权于一身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还有就是中央军委会的主席习近平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那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位研究员资深研究员，就是他也曾经是美国前国防部的官员，叫唐安竹Thompson， 他就认为说，张又侠呢是解放军里面唯一一位现役，而且能对于中方的军力在强项跟不足之处都能够对习近平提出客观建议的人。而另外呢，这个我们台湾这边政治大学东亚所的特聘教授寇建文则认为后来补上的人，无形之间跟习近平的关系可能那么就会越来越朝向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他是说呢，未来习近平呢会越来越像以前的皇帝被孤立在深宫，而且他说，如果军委到时候只剩下一个人，那现在没有补上的话，习近平在危机的时刻要找谁来商量德国之声还下了一个标题说，张又侠这次中箭落马呢，美国失去能够对话的人。这些事情怎么看呢？中美之间如果真的因为军事上的对话缺少了像张又侠的人，会有什么影响？这样，刚刚吴岳老师讲得很详细那么。那我个人稍微能够补充的话，就是这个张又侠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其实是2代的关系。他的父亲刚刚提到那个张又训他是跟习近平的老太爷习仲勋在过去在国共内战时候的老搭档，2代的关系。那么另外就是张又侠他还有一个资历，就是他参加过这个陈越战争，有实战经验的，所以对跟习近平是可以说是关系非常的悠久，而且非常的密切。那另外呢，我可以补充报告，就是说张又侠他的权力除了是第一副主席之外，他也负责军中的这个所谓的装备，跟人事，所以一个管钱或者是物资，一个管人的权力，这是很大的。所以有人在揣测呢，他尤其在管物资装备这方面，是不是跟前不久落马这个李尚福国防部长是有一些利益的重叠？这另外还值得他们调查的地方了。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张又侠下了文，现在马年开始有人上马，有人就落马那么现在问到美国对他的关系，的确美国对他非常重视的。张又侠在2024年，就是前年的8月份在北京亲自跟美国的当时的国安会的这个顾问Jake Sullivan 见面。所以呢，这是他们说是美国大概有史以来很高阶的这个国安官员跟大陆的军方的高层见面的一个例子当然，张又侠这次落马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在这1971年的林彪事件之后人民解放军最高阶的将领被落马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事情呢，所以美方认为是，当然这美方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美国内部也在开紧急会议了。现在那个美国认为说张又侠的落马呢，他主要是美国担心什么呢？就是他指挥链的稳定性因为张又侠在军中是很大的力量，大家都谈过了，他指挥链的稳定性的一个断裂。另外就是他是没有把它视为联系的窗口，这 contact point。如果是失去了这个联系的窗口的话，郭大使，我想请教，会不会增加了中美在军事上误判的风险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而且现在由于川普的时代他的国防部长各位知道那个 Pete Sessions 他这个人是年轻，在目前他的声望远不如过去在拜登时代的国防部的军中的力量。所以呢，拿美国的他们现在要改叫战争部长了。这个塞斯呢，跟中国我了解是1年多来还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中国看不起这个塞斯。对，所以因此大家说这是一个 common 这个 conventional wisdom，
就猜测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军方的互动跟那个 communication 一定很大的漏洞。第一个 ，Sexas 这个战争部长对中国的了解根本还没有 nothing， 但现在又加上中国内部的军方的这个人事的大动动，所以美国现在担心说他们中方的军队的士气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对，这个士气打击之后呢，因此他揣测是中国军方呢，他们内部变成这种所谓以效忠为主要的考量，少做少错，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所以因此呢，他对于那个精进战绩反正并不是重点，一定要明哲保身，尤其呢消极避险这是军方从业人员的一个最大的考量。所以因此呢，对于将来他们所谓中国开始主张说2027年能够具备了全对台湾的武力攻占的一个战绩的这种目标呢，美国是认为说有待存疑，所以美国现在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美国现在过去误判的过去算了，可是未来如何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当然，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你现在进行调查，这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他现在还没有被开除党籍对，我想5月中也许更了解，他没有被开除，而且看调查结果，第一个是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开除党籍在支持底下？第二个呢，接任人是谁？这是另外一个观察点。OK， 不过现在就对于中美来讲的话，在军事上，尤其是要如何避免跟管控这个可能因为误判而造成的风险是当务之急。那除了在军事上面呢，符应最高领导阶层、党中央的指挥。在这个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这样因为在周末前30号这一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会议，他们特别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还有党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华尔街日报在29号也报道说呢，根据花旗他们基于大陆官方所发布的资讯来统计呢，在已经公布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的20个中国大陆省份当中，现在有13个省份是下调了目标，包括制造业的大省广东省在内。整体来看这个中国大陆虽然现在我们说 AI 跟半导体的相关发展是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势如破竹成熟制程也摆脱先前的困扰，但是顾问为什么整个内部我们看整个经济的内需并没有被明显的带动？原因是什么？没错，你刚刚在讲很多的这个省份往下调嘛那往下调，当然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会有好几只脚那我们先看刚刚讲到，就是说 AI 跟半导体发展的确是不错这个不错是在美国的打压下面还是不错刚刚讲传统制程中国的发展迅速这个因为它先进制程，它在成熟制程的市占率是越来越高，是成熟制程它一直发展。对，那另外 AI 的晶片，其实它虽然有先进制程被受到限制，对不对？可是它的好几家公司做 AI 晶片的，都陆续挂牌，每一家公司股价都涨翻天所以上层的这种 AI 半导体，我想这个发展，当然中国是不会放松的，因为它一定要跟美国争嘛所以，但是问题就是说，刚刚在讲经济为什么不好，其实内需不好嘛。各位看，就是说这些 AI 或半导体的公司它其实它还是在中国的产业结构里面还是占少数。所以但它的利润，其实刚刚在讲 AI 晶片，那个都不太赚钱的啦，那很多甚至是亏损的啦所以那股价涨很高，是政策希望做多嘛而且是补贴所以这个就是说。股价，而且还有去年2025年，整个全世界股市都涨嘛，中国也涨中国股市涨上来，可是他们事实上他们的消费力并没有出来，就是股票赚到钱的钱不敢拿出来花啦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的资产受到房地产的跌价，其实是影响是很大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一个朋友在上海他说他们现在去看房子看那个非常好的地段高档的房子，他说比最高的价位大概跌掉一半。那当然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大成长的时候涨20倍嘛，房价那现在跌掉一半，其实大家都还是不太敢买这样。那好，讲回来就是说整个经济我们说好几只马车嘛好几个马车那它的出口各位看就是说它的出口其实整体是成长5%，但是呢里面的那个内容改变很大，它对美那个出口降了20%，是，但是呢，对那个东南亚增加13.4%，对欧盟增加8.4%，对，也就是说它其实改变很大，而且你还要看它的那个顺差
达到快1.2兆美金。这个是整个地球上第一次出现有一个国家顺差超过1兆美金的。其实中国的2025年你说出口其实是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啦。对啊，是很畅旺。被美国被川普总统打成这样，关税磕成这样，它还是，但是你去看那个整体的结构出口是不错。可是进口几乎没有成长，所以这结构的失衡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元素。还有包括说，像不只是中国大陆，台湾也是一样哈。我们看到的都是高科技狂飙，可是像包括传统产业，你在股市里面就是这样子，高科技不断的好几根涨停啊，可是呢，传统产业就是不动，反而还降哈。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现在连 AI、半导体这些高科技业者也想办法要在大国博弈之间努力求生存。我们稍后回来谈。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